这么香，给我生个奶香味的仔仔吧。小狐狸被反派大佬狂撸猛吸，他委屈巴巴的抖动狐狸耳朵。主人，我是公的，生不了啊。大佬一听更兴奋了。奇乐意外穿越末日世界，此时还被主角团们当做一种包围。本以为卖萌就可以蒙混过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大佬是重生归来。对于这只上辈子没有出现过的小狐狸，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在奇乐悄悄摸摸打量男主时，好可爱的小狗狗啊！旁边一个胖子伸出手想要摸它，他当即竖起尾巴，亮出爪子作为警告。呲，好凶啊！胖子讪讪收回手，转而从兜里掏出一根火腿肠想喂给奇乐。小狐狸嫌弃的扭头。这时站在一旁的女生突然开口：“你们小心点，这地上都是丧尸的尸体，这小家伙杀了不少丧尸，有可能是变异种。”奇乐尴尬的挠挠小脑袋，这些是他刚穿越来时碰到的丧尸，顺手就将他们拍死了，所以才引起动静，被主角团们发现。不能吧，就凭一。马成不相信的走过去想抓住奇乐，我们不如把他烤了吃了，他看起来很肥美，说我胖还想吃了我。奇乐张开大嘴，犬齿深深咬在向自己伸过来的大手上。马成传来惨叫声，周围的人被吓得退后一步，除了顾行瑞没有反应以外，也就是方才说话的女生。他向前一步查看马成的伤势。月梦，不要靠得太近，万一那狗有问题，马成被感染了呢？一直站在人群后的周晨涵阻止蓝月梦上前，可是我觉得它不是狗，更像是狐狸吧。蓝月梦看着那白狐不像是被感染的样子，而且在这乱世这么久还能一尘不染，想必也不是普通的狐狸，管它是什么呢？它现在对于我们有未知的危险，先除掉它吧。说着就用水球去攻击奇乐，杀伤力不强却很粘人。奇乐感觉到那水球里蕴含的能量不强，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形态被水弄湿，会很烦躁。奇乐不傻，立马跳到看上去对他比较友善的蓝月梦肩膀上，用头蹭蹭他的脖子以示自己的无害。快救救我呀，漂亮姐姐！天哪，好可爱呀！这么可爱的狐狸怎么会害人呢？蓝月梦感受到脖子处柔软的毛发，立马被征服了，将白狐狸抱到自己怀里护着。随后蓝月梦用祈求的目光看向能做决定的人，顾哥，留下他吧，我可以把我的食物分给他一点。奇乐蹭蹭蓝月梦的脖子，就知道这位漂亮姐姐是好人，他才没有以貌取人呢。顾行瑞低下头与蓝月梦对视，蓝月梦有些害怕，却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抱紧小狐狸。小狐狸也很乖，在他怀里一声不吭，跟他一样用那双卡姿兰水灵灵的大眼睛盯着顾行瑞。只此一次，顾行瑞收回视线。一般来说他是不会同意的，现在这个世界带上宠物会比较麻烦，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是蓝月梦的祈求，还是看到白狐狸那通人性的眼睛，才没忍住心软了一下。这白狐狸不会是能补人心智的吧？夜晚的山洞很冷，奇乐被蓝月梦当成暖宝宝抱着，倒是让一旁的马成非常不痛快。虽然他手上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根本看不出来曾经哪里被咬过，不愧是千里难寻的治疗者。奇乐现在有点后悔，虽然这个世界是他看过的小说，但自己顶多才看了一半，后面的剧情他不清楚啊。他记得顾行瑞还有个弟弟，不过末世后他就没见过对方，反倒是见到上门来找弟弟的蓝月梦。蓝月梦与弟弟是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所以自己只要跟蓝月梦打好关系，自己就不会被顾行瑞抛弃。奇乐又往蓝月梦的怀里钻了钻，现在他可是自己的保命符。作为一只狐妖，还是天狐，他坚信自己有活下去的能力，只是那样也太累了，而且要是他的身份被发现了，说不定会被有心人盯上送去解剖。思来想去，还是跟着顾行瑞行动比较好。这时抱着奇乐的蓝月梦发现他的前肢上有红色的东西，不过他的第一反应以为是沾上血了，于是拿出手帕让周晨涵打湿。顾行瑞这个小队里除了有蓝月梦这个木系治疗者外，还有水系异能者周晨涵、土系异能者马成、小胖子陈威是火系异能者。至于顾行瑞，目前只展现出来雷系异能跟风系异能，一个人还伺候得这么好。马成对这个咬了他的可没有什么好印象。我看你对瑞哥讲话的时候挺有素质的，你怎么不这么对他讲话？蓝月梦搬出来顾行瑞，马成哪还敢造次了？看着一旁闭目养神的顾行瑞不甘的闭嘴。蓝月梦见他无话可对，心情愉快的擦狐狸爪爪。奇乐乖乖被蓝月梦擦爪爪，这副模样让陈威看了心痒痒。他扭捏的来到蓝月梦身边，好乖的狐狸，让我也擦两下呗。蓝月梦倒是没意见，只是他怀里的奇乐收回了4只爪爪，头枕在蓝月梦的胳膊上，一个眼神都不赏给陈威。虽然奇乐知道陈威人不坏，反而很有爱心，到最后都跟着顾行瑞，但自己出卖尊严讨好一个人就够了，多了不可以。他也是有尊严的小狐狸，不过如果这个人是顾行瑞的话就好了，自己肯定乖乖躺下任由他撸，说不定都不用讨好蓝月梦了呢。这狐狸这就认主了。陈威失望，奇乐扭头对他龇牙：什么认主？他才没有。蓝月梦只是他选的临时仆从，又凶我。陈威收回手，不想拥有跟马成一样的经历。蓝月梦受宠若惊，心里狂喜，这么喜欢我吗？在旁边闭目养神，却也见证了这件事的顾行瑞心里有了一丝奇怪的想法。这是一只认主爱撒娇的狐狸。夜晚马成守夜，其他人在山洞里休息，奇乐乖乖趴在蓝月梦头顶，给他一丝暖意。山洞正中间是陈威用捡来的柴火点的火，只要有东西烧，他的火就不会灭，所以守夜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时不时往里面扔点东西烧火，保持火的燃烧。马成百无聊赖地扔了根柴火进去，蹦出的火星子点到了蓝月梦睡袋上。由于蓝月梦怕冷，所以他离火堆有些近，好在蹦上去的是火星子不会燃起来。不过马成就不这么想了，他对蓝月梦今天不给他面子这件事耿耿于怀。他抬头见顾行瑞闭着眼睛呼吸沉稳，顾哥，他小声试探，没有得到回应。旁边的几人看上去睡得沉稳，睡觉自己翻身头发掉进火堆里，自己发现晚了什么的，又不会出人命，顶多是蓝月梦真爱的那一头秀发毁了而已。马成坏心思一出，就抵挡不住诱惑执行。他小心翼翼来到蓝月梦身边，他的头发散在睡袋上乌黑柔顺，可见在这末世其主人也是费了一番心思护理的。臭娘们，让你为了一生让我出丑，当众反驳我的话，爷我这就给你教训尝尝。余光瞥到窝在那里肚子随着呼吸起伏的狐狸，脑海里产生了将这狐狸也一并丢火里的想法，只是他还没落实，自己才小心拿起蓝月梦的几缕头发，那狐狸就睁开了眼与他对视。马成怕
正发出动静，导致自己的行动败露。明明是只动物，可他怎么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厌恶、嫌弃、不屑的情绪呢？仿佛自己是个多肮脏的人似的。马成松开蓝月梦的头发，改去抓齐乐，他还不信了，自己烧死一蓝月梦还能因为这个跟他翻脸不成？自己不比有用。齐乐本来在安稳睡觉，其实作为妖他不睡觉也是可以的，只是在这待着闲来无事眯上一会儿。结果察觉到有人靠近，一睁眼就看到了马成。他狗狗碎碎的动作被自己发现后，他的眼神更是不怀好意。齐乐站起来做出要攻击的样子，警告马成，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不然自己也不是吃素的。马成手微微一扬，避开其他人，只在狐狸后面竖起一道土墙，断了小狐狸的后路。齐乐怕有人突然醒来，不敢用妖力，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他很容易就可以躲过去。齐乐紧盯着马成，四足卯足了劲寻找时机。马成向前扑过去，动作快而迅速，见自己的手离齐乐越来越近，他已经想到这次狐狸被烧死后，蓝月梦露出愤怒、伤心、痛苦的表情了。齐乐等的就是这一秒，猛地跳起后肢，擦着马成的手跳出去，还借用他的头借力再次起跳。没想到这人还有点东西，差点还真被抓到了。齐乐抖抖后腿，舔舔毛，有些后怕，更是打起12分的精神。被狐狸当垫脚石，马成差点就要摔到蓝月梦身上了，好在他及时稳住。身下的蓝月梦睡觉有戴耳机的习惯，毕竟不管出什么事都有他大哥顾行睿在，他不会抛下自己的。马成回头看着正舔毛的狐狸，恼羞成怒，居然被一只畜生无视，在那舔毛更是挑衅。他握起拳头，一个硕大的石块巨手从地下窜上来，速度不慢。如果不是齐乐快速跑出来，此时此刻他就要被捏爆了。而且他带起的灰还波及到了旁边的人，比如在浅眠的顾行睿，他被呼了一脸的土渣子，睁开眼看着不好在守夜的人，你在攻击谁？很快他就发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他，低头看过去，原来是那只爱撒娇的狐狸。奇怪，怎么不在月梦身边待着？齐乐见顾行睿醒了，有大腿不抱那说不过去啊，他是一只爱偷懒的小狐狸，能咸鱼那就要咸鱼啊。齐乐用头拱着顾行睿的裤脚，用自己卡姿兰的大眼睛委屈巴巴跟他对视，身子跟毛茸茸的尾巴快包住他的脚腕，形成一个脚环了。看着齐乐原本被擦干净的毛发现在染上灰尘，顾行睿皱眉，你动他了？马成早在顾行睿醒来的时候就收了一猛，没有，我哪敢呀，是他要乱跑，我想抓住他，免得他跑掉让月梦伤心。齐乐对这个谎话嗤之以鼻，冲着马成龇牙，随后抬起下巴，迈着优雅的步伐向熟睡的蓝月梦走去，然后乖乖窝在他头边，似乎在告诉两人别瞎说，我可没想逃走，是这个人太坏了。马成尴尬，就说这动物心性奇怪，咱们捉摸不透吧，刚刚还闹着要跑出去呢，仗着狐狸不会说话。马成将锅都甩给他，齐乐不爽的甩尾巴，好想抽这个人几个大嘴巴子，满嘴谎话，把你那不该有的小心思给我收起来。顾行睿能不知道马成是个什么样的人吗？要不是他实力还有的用，他还真不想把这个人留在队里，只是让他收敛点，毕竟凭蓝月梦对小狐狸的喜爱程度，马成杀了狐狸，他怕是要闹翻天。是，马成连连点头，不敢再有二心，起码现在暂时那心思是泄了。顾行睿思考片刻，来到蓝月梦身边坐着，算是给马成一个威慑力，怕他在搞小动作。齐乐感觉到身边有一股威压，抬起眼皮发现是顾行睿后，安心的闭上眼。他不觉得顾行睿会做出什么偷鸡摸狗的小动作。齐乐闭着眼睛还真睡着了，他的尾巴不自觉地耷拉下去，垂在顾行睿的小腿上。顾行睿察觉到睁眼，看着那抹白色竟然不觉得碍眼，当作没看到一样，放任他的所作所为。第二天早上，蓝月梦睡醒刚睁开眼，映入眼帘的除了齐乐毛茸茸的身体以外，就是他的尾巴居然搭在顾行睿腿上。蓝月梦吓得瞌睡虫都醒了，完了，瑞哥向来有些洁癖，对动物毛发更是了，听自己男朋友说似乎还有点过敏。蓝月梦赶紧把齐乐抱起来远离顾行睿，免得一会儿被他本人发现生气，把小狐狸赶出去了。但是看着那裤腿上的毛发，蓝月梦头皮都紧了，这可怎么办？小狐狸怎么还掉毛啊？就在蓝月梦急得不行时，陈伟想过来看看能不能摸两把小狐狸。你站着干啥呢？吃东西了没？他们小队没有空间异能者，所以每个人都背着大包，里面放满了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超市补充，只是这样未免有点麻烦。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位拥有空间异能的同伴。陈伟刚说完，就看到顾行睿还在靠着山壁睡着，他一脸震惊，顾哥还没起。要知道从前他们一睁眼，顾行睿可就已经在吃东西或者出去巡逻搜刮一圈了。问题是这个，蓝月梦忐忑地指着顾行睿的裤腿，小狐狸的毛，小狐狸昨晚睡顾哥腿上了，小家伙真的厉害。陈伟比起大拇指，知道自己可能闯祸的齐乐趴在蓝月梦肩膀，心虚的摇摇尾巴，我只是一只小狐狸，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怎么办啊？瑞哥起来会不会生气啊？肯定会的，可是让他上手去摘，恐怕还没接近顾行睿他就醒来了。趁顾哥还没醒，我来。陈伟揽过这活，拿着不知道哪来的纸壳子，对着顾行睿的小腿一阵扇，别说还真有用，上面的大部分浮毛还真被扇走了，只剩下几个特别顽强的短毛，不管他怎么扇都粘在上面。陈伟干脆上嘴鼓足气使劲一吹，旁边的齐乐也在为他加油，他也不想被顾行睿嫌弃，要是把自己扔出去可怎么办？陈伟还在为自己的努力骄傲，就看着面前这条腿动了，紧接着头上传来顾行睿低沉的嗓音，由于刚醒还带着沙哑，大早上犯什么病？有病就去治。顾哥，就是清晨的空气清新，我多呼吸2口。陈伟趁机眼疾手快摘掉最后一根毛发。顾行睿站起身，看着心虚两人组，还有蓝月梦怀里的狐狸，其实他早就醒了，只是看那狐狸睡得沉，那小肚子都翻过来，四仰八叉地，他便也没有动。起来洗漱，吃完饭去最近的超市，他们身上的食物差不多快吃完了，该去进货了。好的，陈伟一溜烟就走掉了。倒是在远处的周晨涵拿着午餐肉走过来，瑞哥吃点吧，他昨晚就注意到了，顾行睿吃的压缩饼干怕是没有肉
肉了。顾行瑞没有看他，反倒是跟蓝月梦说话。超市里有宠物用粮，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狐狸吃的。好，瑞哥。蓝月梦没想到顾行瑞竟然会关心狐狸，他呆呆的点头。至于周晨涵，瑞哥都没理，自己理他做什么？他的心思向来人尽皆知，还以为能爬上瑞哥的床吗？蓝月梦不动声色瞟了眼吃瘪的周晨涵，心情愉快的哼着歌。他怕是还不知道吧？瑞哥喜欢男人，在末世没来之前，瑞哥就跟家里摊牌了。听说当时的顾叔叔气了好久，好在还有自己男朋友传宗接代，这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了瑞哥的出轨。看着走出去的两人，周晨涵咬牙，蓝月梦将手里的午餐肉分给齐乐。小狐狸吃的欢畅，很快便解决完了，但是肚子还是瘪瘪的感到饥饿。自己作为人形的时候倒是不怎么饿，可作为兽形他总是感到饥饿。突然一股肉香在鼻尖爆发，他忍不住睁开眼，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中间躺着一块午餐肉。齐乐不敢置信抬眸，竟然是顾行瑞分给他了一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这午餐肉有毒？大反派想毒杀了自己。就在齐乐胡思乱想迟迟不敢下嘴时，顾行瑞不耐烦以为他吃饱了，做事要收回手。齐乐本能追上去，舌头一卷将午餐肉吃掉，还不小心舔到了顾行瑞的手心，一人一壶都僵了一瞬，气氛有些尴尬。自己只是只狐狸，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么一想，齐乐没心没肺吃得欢快。吃完后回到蓝月梦身边一趴，屁股对着顾行瑞。仔细看的话，他耳朵有些泛红，只是兽形不明显罢了。蓝月梦看到顾行瑞的举动也是暗自吃惊。几人吃完早饭来到最近的超市，这是他们这2天占领的地方。门口处被马成用土墙堵住，防止丧尸进去的同时也是警告其他求生者。齐乐记得顾行瑞几人现在正沿着这个城市一路向北去找他弟弟的行踪，虽然这么久了也没他的消息，恐怕凶多吉少。马成撤掉土墙，大家两两一队去装自己需要的物资。顾行瑞则是自己单独行动，他不需要别人保护，不保护别人更是一身轻松。蓝月梦跟陈卫一队，要是让他跟另外那2个人组队，他只觉得膈应。突然齐乐闻到了肉香，嗖的一下窜出去，来到旁边的架子上，这里都是冻干肉铺之类的东西。等蓝月梦跟过来时，齐乐已经在努力拆包装袋了，可是他不是人形，拆起来太费劲了。这是鸡胸肉。蓝月梦拿起包装一看，其实齐乐主要是喜欢鸡肉，虽然是天狐，却跟普通的狐狸一样，他很喜欢鸡肉。齐乐打不开鸡胸肉，急得围着鸡胸肉转圈圈，还用爪子刨它。蓝月梦被萌死了，赶紧蹲下撕开一袋。小白，来这里。齐乐吃到美味的鸡胸肉，喉咙间不自觉发出享受的嘤嘤声。蓝月梦捂着鼻子，太可爱了，血槽已空，母爱泛滥的他直接把这些鸡胸肉全部带走，可不能饿着他们家小白。齐乐吃得快却很优雅，小口咀嚼，看上去尊贵的很。陈卫摸摸齐乐的后背，没有护食的反应，这让他陷入沉思。忽然有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在四周响起，陈卫作为攻击型的异能者，立马护在蓝月梦身前。他抱紧小狐狸，神经紧绷，声音是从货架后面传来的。可能因为这里是宠物专区，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巡逻的时候没有仔细搜查，才让这个丧尸在这里存活了这么久。什么呀，居然是个孩子！陈卫等那只丧尸自己慢慢悠悠出来，发现只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作为一只丧尸，他都营养不良。陈卫只是轻轻一踹他，他连张嘴的反应都没有就摔倒在地，嘴里不断发出呵呵声。别碰瓷啊，他可不是那种欺负小孩的人，只是丧尸他没办法，他心软死的就是自己了。小丧尸被陈卫的一把火烧得到处翻滚，普通的火焰对他们没用，但异能者的火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是专门来对付他们的，应该就这一个。陈卫没有再次感觉到周围的异常，放松警惕，然而转身就看到蓝月梦身后有一只红眼的丧尸，张开血盆大口扑上来，以自己的距离是赶不过去的。陈卫扬起手，火焰从手心里飞出去，却远不及丧尸与蓝月梦的距离。齐乐也注意到了，他奋力跃起，后腿一个用力踹在红眼丧尸的下巴，硬生生将丧尸踹得后退一步，咯噔一声，下巴脱臼。丧尸呆呆的，没反应过来自己下巴怎么掉了，性命攸关。蓝月梦也不是吃素的，从旁边货架拿起杆子狠狠戳在丧尸的胸口处，拉远2人的间距，让陈卫的火将红眼丧尸包裹燃烧。那杆子不是很锋利，却捅进了丧尸的胸腔，蹦出的血溅在齐乐白色的毛发上，可见蓝月梦用了多大力。他松开杆子后手都在颤抖。没事吧？有被咬伤吗？陈卫赶紧上前检查，被丧尸咬伤或者抓伤，而伤口接触到丧尸血液，有几率会感染丧尸病毒，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变成丧尸。没有，多亏了小白那一脚。小白有受伤吗？蓝月梦翻看齐乐的毛发，喷出的血有点多，他都担心是不是他身上有伤口，都是因为我太弱了，连小白都保护不好。齐乐配合蓝月梦的动作转身子，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踹得有点狠，后腿有点发麻。小白太厉害了，你真是我的福星，不然方才我在劫难逃了。蓝月梦也不在乎齐乐身上的血迹，将他紧紧抱住，想来还是有些后怕的。作为治疗者，他还是头一次动手杀丧尸呢。怎么了？出什么事？顾行瑞五感灵敏，大老远就听到这面的响声了。瑞哥，我刚刚杀了一个丧尸，虽然有胖子的帮忙，不过我也动手了。怎么样？我是不是也蛮厉害的？蓝月梦说得轻巧，却带着颤音。顾行瑞看着地上2具丧尸被烧得焦黑，难得没有冷漠，伸手揉揉他的头顶，给予他夸奖。月梦强大了好，这样与那臭小子相遇，他也不会那么担心了。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不能一直守在他们身边，等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汇合，他就该去做自己的事了。齐乐在蓝月梦怀里，从他的角度正好看到顾行瑞在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么认真。出于好奇，他用尾巴尖尖试探缠住顾行瑞的大手。小白，不能离瑞哥那么近，瑞哥动物毛发过敏。蓝月梦吓了一跳，赶紧把小白的大尾巴收回来抱好。动物毛发过敏，那不就是不能享受撸自己？那是多么严重的惩罚呀！齐乐傲娇的撇过头，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方才竟然觉得顾行瑞手里的温度好舒服啊，不像陈卫那么滚烫，也不像蓝月梦冰凉。顾行瑞认真盯着他怀里的小狐狸，他受伤了吗？说着还摩挲着手，似乎在回忆那抹快消失的触感。没有，只是蹭上血了。我一会儿就带小白去河边洗洗。瑞哥有点洁癖，不会因为小白太脏要扔了他吧？他记得山洞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水还算清澈，拿得差不多，我们就该回去了。
天快黑了，门口汇合。顾行睿提醒完两人去找另外两人。城市里丧尸比较多，那处山洞是个绝佳的休息场所。回去的车上，顾行睿负责开车，后面的4人大眼瞪小眼，原因无他。等陈卫与蓝月梦回去拿食物时，发现剩余的午餐肉都被那两人拿完了，一个也没给他们留。大家都是一个小队的，真没必要这样，都被这两人扫荡空也不嫌重。蓝月梦没好气的冷哼，自己跟陈卫只拿了一些饼干、面包、水，唯一的肉还是小白的。在小白身上寻求安慰的蓝月梦，看到他身上的血迹也来气。周晨涵明明是水系异能者，让他帮忙洗小白，结果他不愿意就算了，还非说小白被感染，气死我了。他看向车外，现在天色已晚，自己回到山洞里跑去河边也危险，只能等明天了。小白再忍忍，明天就给你洗干净。人类真是麻烦。齐乐极力忽视身边那两道不怀好意的视线。夜晚，蓝月梦抱着齐乐安然入睡，他不嫌弃小狐狸脏，可齐乐自己嫌弃，这血腥为他闻一天了，实在受不了了。他等不到明天了。他悄悄从蓝月梦的怀里爬出来，整条湖都被拉长，看上去像只黄鼠狼。蓝月梦旁边的睡袋是陈卫，他可能是没吃饱，做梦都在嘀咕着鸡腿猪蹄。齐乐嫌弃的从他身边绕开，今晚好像是大反派守夜，他怎么闭着眼睡着了吗？齐乐小心翼翼走到火堆旁打量着他，在他的印象里，顾行睿不是这种玩忽职守的人才对。看着他那健硕的胸膛、结实的腹肌，再往下更是傲人的资本。齐乐忍不住拿自己跟面前的男人对比，他微微撇嘴，感觉自己一拳就能被放倒呢。还好我是只妖，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既然顾行睿睡着了，自己正好可以偷跑出去清洗一下。齐乐迈着欢快的脚步越走越远，直到出了山洞，闭眼的某人才睁开眼盯着狐狸离开的方向。他以为这狐狸是要动手呢，但凡他做出什么害人的举动，自己手上的雷系异能就会落在他身上了。没想到他只是看了自己很长时间就出去了，这么晚是要去干什么？在齐乐偷偷溜出山洞后，他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自己，猜到十有八九是顾行睿。看来这人方才在装睡。小狐狸开始一顿左绕右绕，在齐乐感受不到外人的气息后，他这才放心下来，慢悠悠的来到河边。齐乐兽形怕水，人形却不怕，一个猛子扎进去，在河里变回人形。跟在他身后的顾行睿吓了一跳，以为这狐狸是要寻死呢，打算静观其变。他之前跟在狐狸身后绕了那么久，都不见狐狸驻足，知道自己应该是被发现了。他用精神能力包裹住自己全身，像是隐藏气息一般。果然，狐狸没多久就停下了脚步。河里咕噜咕噜，一条被打湿的大尾巴跃出水面，在空中摇摆，展示主人现在有多么舒服惬意。前面的狐狸耳朵尖尖也浮上水面，抖着水。搞半天，原来只是自己要来河边洗洗啊！顾行睿觉得自己追出来就是在浪费时间，他得赶紧回去守夜了。而在他刚走后几秒，身后的河面发出大大的水花，但凡顾行睿回头，就能看到河中间站着一位半裸的少年。齐乐甩甩尾巴，他喜欢这种半妖形态，跟人形和兽形相比更让他舒适。可惜一会儿回去又要当一只狐狸了。齐乐大摇大摆回到山洞的时候，他以为顾行睿还在打盹呢，结果一进来就跟睁开眼的他对上视线。嘤嘤，我回来了。齐乐讨好的叫着，怕这人没睡醒把自己当做入侵者杀掉了。对于方才似乎是这人跟踪自己的事情，更是当作不知情。顾行睿看着干净的狐狸，身上没有一丝血迹，隐隐还散发着香味。现在狐狸都会自己洗澡吗？洗得这么干净？齐乐见他没有动作，疑惑的歪头。顾行睿把走到自己腿边的小狐狸拎起来，洗得真干净，还有一丝好闻的味道。齐乐还没跟谁离得这么近过，看着眼前的帅脸，他有些受不了。他本来就喜欢貌美的人，可以说这是狐狸的通病了。齐乐抬起爪子，奋力地推开面前的帅脸。顾行睿觉得是自己的行为吓到狐狸了，嫌弃地将狐狸放下。回来了就去睡觉。嘤嘤，什么呀？态度变得真快。齐乐故意跳起来，用自己的尾巴扫过顾行睿的帅脸。不是说你动物毛发过敏吗？哼，接受本大爷的狐狸毛吧。在齐乐眼里是自己的大尾巴狠狠扫过，而在顾行睿眼里那就是撒娇。狐狸自己出去那么久，回来就用尾巴扫他的脸撒娇，想要博取关注。顾行睿当然是满足他了，将走出2步的齐乐抱回来，大掌揉揉他的小脑袋。臭男人，你在做什么？居然摸我的脑袋！齐乐炸毛立马挣扎开，张嘴咬在那只大手上。他感觉到嘴里有血腥味蔓延，知道自己把反派大佬的手咬破了，自己现在还跟着人家呢，不能闹翻。于是心虚的松开嘴，伸出舌头舔舔那处伤口，希望反派大佬大人不计小人过。顾行睿不觉得有多疼，反倒是被狐狸舌头上倒刺舔得有点奇怪，加上与那双眼睛对视，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涌上心头。快去睡吧。顾行睿收回手，放齐乐回去，将自己心里那股不知名感觉压制住。太好了，大反派没生气，那就不关我的事了。齐乐摇摇尾巴，欢快的回到山洞里睡觉，只留顾行睿一人看着山洞外。等他再睁开眼，已然在某人怀里，因为他喜香香蓝月梦更爱不释手。今天沿着这条街去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行兵的踪迹跟幸存者。几人出发，顺着规定的路线搜寻。顾行睿没那么好心收留那些幸存者，只是会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寻求安全和生活保障。上辈子他听从蓝月梦的意见收留那些人，后来没少叛变惹事的，重活一次。这次他的目标就是弄清自己身上的秘密，因为在末世来临时，他的父亲就仿佛提前知道一样，给他做了不知名的手术，让他一觉起来就成为了全系异能者。只是这一次重生后多了个意外，那就是这只狐狸上辈子从没出现过的存在。齐乐感觉到灼热的视线，一抬头便与顾行睿对上视线，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自己。顾行睿移开视线，目视前方。对于这只突然出现的狐狸，他有点拿不准自己的态度。齐乐见自己被无视，闹脾气的扭头看自己半天也不说话，不愧是反派，阴晴不定。之所以齐乐一直叫顾行睿大反派，只因这本书中还有一对主角攻兽团，主角攻是冰火双系异能者，至于主角兽则是木水双系治疗者。2个主角团都致力于拯救世界，但是因为一次偶然，顾行睿抢先拿了属于主角攻兽的东西，因此结下了仇怨。几人搜完整条街，天色也暗下来，还是一无所获，倒是又囤了不少吃的。搜完最后一家店就要回山洞了。蓝月梦有些闷闷不乐，他已经很久没见到顾行兵了，手机也联络不到。阿斌还活着吗？齐乐是最先注意到蓝月梦情绪不对的人，用头蹭着他的下巴，
不要难过，大反派的弟弟很快就会找到你们了。顾行睿纵使有前世的记忆，知道顾行斌还活着，却不知道他在哪，因为上一世是顾行斌先找到的他只能知道大概方位是这边，所以才会带着他们从这个方向寻找。顾哥，这2楼是个旅店啊，最后一家店门上就贴着1楼餐厅，2楼旅店。旅店的地方丧尸只会多不会少，大家将2位少女护在中间往楼上走。这次顾行睿亲自打头阵，在拐弯时马成细小的眼睛一眯，刻意放慢脚步，紧跟他身后的蓝月梦一个不察被绊倒，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周晨寒吓得贴近楼梯扶手躲开，没有要伸手去帮一下的意思。蓝月梦还抱着小狐狸，没有手去扶周围的东西。齐乐吓得想从他怀里跳出来，然而蓝月梦怕他受伤抱得很紧，在这里又不能使用妖术，齐乐快急死了。最后面的陈卫手足无措，试图努力接住蓝月梦下落的身体，最前面的顾行睿也伸出手，只是中间隔着个碍事的马成。齐乐眼尖看到蓝月梦倒向的那墙壁处有一节冒出来的钉子，这要是摔在上面可不得了。齐乐手比脑子快，淡红色的妖气在蓝月梦腰后短暂撑了1-2秒，让陈卫来得及抱住他。他不能眼看着他受伤，而且那钉子上说不定有丧尸血呢，要是感染了可怎么办？还好有惊无险。陈卫松口气，他总感觉方才蓝月梦在空中滞留了1秒。突然马成被顾行睿打飞了出去，从楼梯拎起来扔到2楼。顾哥，马成从地上爬起来，装作无辜的样子，你是故意的。顾行睿知道这人心思不单纯，只是他平时还没做出什么恶事，倒是恶心的小动作不少。顾哥，这是什么话？我刚才就是腿突然抽筋了，走慢了几步，没想到月梦就踩上来摔下去了。反正这里没有监控，就算有也看不了。马成根本不慌，没事的，瑞哥，我也没受伤。蓝月梦站稳后走到顾行睿身边拉住他，他们现在小队缺人，除非找到更合适的。他也不喜欢马成，却没办法。顾行睿在思考，用不了多久马成就会变心跟着另外一队人走掉，而他们同时也会遇到另外的土系异能者。现在他确实还有用，道歉，这是顾行睿最低的底线。月梦啊，真是对不住。马成话是这么说的，只是那嘴角的笑怎么看怎么刺眼。蓝月梦皮笑肉不笑，真想让这个家伙赶紧遭报应。见顾行睿不再搭理自己后，马成更是收起那副虚伪的模样，跟在他们身后完全没有认错的态度。顾行睿他们可以稍微一忍再忍，齐乐可不会，要不是他暗自用了妖术，蓝月梦可就要摔到钉子上了。既然用了一次妖术，那再用一次又怎么样呢？齐乐瞳孔亮光一闪，马成只觉得自己脚下一滑，整个人不受控制摔倒，还磕在了走廊摆放的消防栓上。顾行睿身子一僵，疑惑地看了眼小狐狸。齐乐此时正在蓝月梦怀里打哈欠呢。马成想扶什么东西起来，抬手揉揉脸，这才发现他的双手方才更是直直戳在身下死去的丧尸头里。周晨寒见马成骂骂咧咧向自己靠近，嫌弃地避开，跑什么你跑，不会用水给我洗一下呀？马成脸色不佳，对蓝月梦他可能畏惧顾行睿不敢甩脸色，但周晨寒就无所谓了，他想跟他合作就脸色好一些，不想那他就是个屁。周晨寒脸色难堪，一股脑将水打在马成身上，将他的衣服全部打湿。马成何时出过这种丑，当即就要破口大骂。突然一阵丧尸的叫声将他打断，一群丧尸冲上楼，马成用土墙防御拦截丧尸们，而陈卫一把火扔进去，被拦住且没有独立思考的丧尸们只能痛苦哀嚎的死去。这里还有2个房间没开门，顾哥要打开吗？陈卫握着门把手询问顾行睿的意见，他点头示意胖子打开。顾行睿稍微上前2步，在手上凝聚起雷电，他知道房间里有一只有意识的丧尸。在门打开的瞬间，一道身影快速冲出来，还好早有准备的顾行睿上前一拳，直接将丧尸打了个透心凉。顾哥太厉害了，陈卫松一口气。顾行睿来到红眼丧尸面前，翻找出一颗晶石，散发着异常妖艳的光芒，这是晶核，只有红眼丧尸等一些高级丧尸才会有，你拿去吸收恢复异能吧。顾行睿把晶核给了陈卫，这种等级的晶核对他帮助不大。旁边的周晨寒露出嫉妒的眼神，张嘴想说什么为自己也讨些好处，却被顾行睿一个锐利的眼神吓退。剩下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众人准备打道回府。夜晚回到山洞休息，今晚守夜的是陈卫，他居然在包里藏了个大鸡腿，拿出来诱惑小狐狸。齐乐没忍住啃上了鸡腿，而陈卫则是手脚不安分的狂撸，要不是看在鸡腿的面子上，齐乐高低赏他一爪子。等到吃饱后，他准备出门溜达一圈，打定主意，齐乐起身向山洞外走去。出来后绕着半山腰走了一圈，随后发现山顶也不远，干脆去山顶看看。齐乐化成最舒服的半妖形态，感觉在月光照耀下自己体内的妖力都在沸腾，真奇怪，我既不是狼，这又不是圆月，我怎么这么兴奋？齐乐现在五感非常灵敏，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驻足偷窥自己，一道妖气打出去，谁在呢？身后的人似乎不想与他交手，躲闪后马不停蹄地跑远，似乎是无意闯入的。齐乐本想去追，他现在的形态被人看到传出去可就不好了。只是他刚走2步就感觉到别的方向有人过来，被一个人看到不能再被第2个人看到了。齐乐立马变回狐狸，小白你果然在这，一起回去吧。一会儿月梦醒了发现你不在就麻烦了。胖子，你来的真是时候，算那个人命大，反正那个人又没见过自己狐狸的模样，他身上的气息自己也没见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人不是小队里的人。想到这，齐乐就放宽心跟着陈卫回去了。回去后他靠着顾行睿就睡着了。第2天他醒来时，入眼的就是一片黑，他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什么，是顾行睿的腹部。顾行睿早就醒了，只是看齐乐还在睡也没起身，反正时间还够。见他醒了后才坐起来，醒了，你还挺能睡，睡姿也狂放。顾行睿捏捏腹部的大尾巴，齐乐懵懂的收回尾巴坐起来。嘤嘤，管他说什么，先撒娇就对了。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的商场。顾行睿说出了今天的计划，这个城市里就剩下这栋商场没有搜过了，之后他们就要找辆车离开这里前往外市。齐乐今天出发时顺手就被顾行睿抱着了，他个子高，自己的视野也变高，还挺舒服的。就是旁边的蓝月梦撅着嘴，一路都不跟顾行睿说话。到了，大家小心一点。在商场门口，顾行睿提醒大家，他把手里的齐乐还给蓝月梦，毕竟抱着狐狸打架不方便。嘤嘤，大反派怀里更暖和。齐乐扒拉着顾行睿的胳膊，贪恋他怀里的温度，还有那令他舒服的视野高度。你个小没良心
心的，是不是嫌弃我？蓝月梦轻拍齐乐的屁股，漂亮姐姐是最好的。齐乐赶紧安抚蓝月梦，用柔软的头蹭着她脖子，尾巴缠住她拍自己的手臂。顾行睿看着这一幕莫名不爽，让蓝月梦跟上。狐狸怎么不这么跟我撒娇呢？也不看看是谁都跟狐狸睡成一团了。蓝月梦吐舌头，乖乖跟在顾行睿身后。齐乐抬头看到商场的名字就知道有剧情要到，丽丹商场，这不就是他们碰到空间异能者的地方吗？这次有些快，难道是剧情提前了？进入商场后，顾行睿带着几人就要直奔4楼。上一世就是在这里碰到的小易。站住，你们是什么人？负责看守的人拿枪对着他们，眼睛在看到蓝月梦跟周晨涵时泛起了绿光。我们是路过的幸存者，想寻求个可以避难、领导我们的地方。那你们可来对了，我们这里正缺人呢。里面的人很满意他们，准确来说是很满意他们里面的2位女性。不过危险还是要排除的。你们身上有咬伤、抓伤不？没有，把上衣脱了。陈卫不爽这些人的态度，只是顾行睿都没说话，他也不好造反，跟着顾行睿乖乖脱掉上衣，转过去，连背后也要检查细致。那我们呢？我们女的总不能脱吧？周晨涵不喜欢这些人的眼神，你要是想脱也可以啊，给我们兄弟宝宝眼福呗。有人冲着周晨涵吹口哨，眼睛上下打量了几次，态度语气轻浮油腻。周晨涵脸色瞬间黑如锅底，可是身边的人没一个为他说话。那边的美女跟他一起呗，让我们大饱眼福一顿。他还带上了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蓝月梦，要脱你自己脱。蓝月梦赏他们一记白眼冷笑，嘿，臭娘们！里面的人见他们如此嚣张，直接开枪，想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刹那间冷意翻飞，还没靠近蓝月梦的子弹都被顾行睿的风墙拦了下来，子弹定在空中。异能者，他们总算是用正眼打量几人了，都是异能者，只能说蛮平常的了。10个人里就有1个甚至2个异能者的诞生。马成见他们态度还是如此敷衍，不把他们当回事，主动说出来，顾哥可是双系异能者。陈卫回头瞪他，就你话多，顾哥都没说，倒是自己人先把顾哥的底牌抖露出来了。双系异能者，快进快进！里面的人一听有强者，立马放人进来，态度跟方才可谓是天差地别。双系异能者可是1000个异能者里才能有1、2个的存在，不知这2位姐姐跟您什么关系呢？一个染着黄毛的小子开口问道。这是我妹妹。顾行睿盯着黄毛严肃地说着，让他们不要想着轻易动她。那这些人是队友和宠物？还需要介绍我吗？宠物？几人终于将目光放在那像糯米团的毛茸茸上面，是只狐狸。除了顾行睿以外，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们这里确实是缺强者，想拉双系异能者入伍，但他们也有的是手段让那人服从。行，进来吧，带你们去见老大。黄毛让开门口的位置，带领几人往前走。他简单的介绍，普通人就住2楼比较拥挤，异能者住3楼，现在还有空地方。双系异能者还有治疗者空间异能者住4楼，我们老大跟仓库都在5楼，在我们这里都靠劳动力来获取相应的食物，当然也可以用别的东西来等价交换。黄毛的眼神若有若无往2位女性身上瞟，算是给你们一个建议，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睡得太死，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偷的，不仅偷东西还偷人哦。多谢提醒，上一世就有人在半夜对月梦下手，自己又出去了，还好那晚胖子失眠，才保住了月梦的清白。相比之下，周晨涵则是迫不及待勾引这里的大哥，想一跃而上，结果惹来了麻烦。顾行睿余光看了眼周晨涵，这次他不准备出手，还是赶紧甩掉这个女人为好。突然楼上有人快速跑下来，像没炮弹一样撞进黄毛怀里，黄毛整个人被撞飞，还好在他身后的顾行睿用力拽了一把，他才没从楼梯上滚下去。撞到人的是一位男孩，看上去14、15岁的模样。找到了，易元思，对不起，刘哥，都怪我太着急了。易元思立马站起来，闭着眼睛战战兢兢的道歉。他看起来就营养不良，脸上眼角还有淤青，身上衣服破烂却还算干净。哎呦，谢了兄弟，不然我不得摔骨折呀。黄毛刘哥先跟顾行睿道谢，随后扭头皱眉，拿出那股痞里痞气的态度看易元思，是你小子啊，要不是有人扶着我，我可就摔下去了。听到黄毛刘哥这么说，易元思心里不安起来，他抿着唇小声再次道歉，真的很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看路的。黄毛刘哥还要带新人上去找老大，直接伸手直奔主题，你懂吧？不行，不能再给了，刘哥，我真的要没有了。易元思作为空间异能者，可以存放冷冻新鲜的东西，在空间异能者的空间里时间不会流逝，他就靠这个赚取食物，但他食物真的很少了，每天2个面包或者1个饭团，再给他们自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里的食物1周1发，这周还有4天，自己就剩下3个面包和1瓶水，其余的都被要走了，这不行那不行，我看你是想吃拳头了。黄毛刘哥挥起拳头冲着他的头打去，易元思听到拳头的破空声吓得闭紧双眼，然而预想中的痛感迟迟没有到来。兄弟，你这是做什么？黄毛刘哥的声音充满不满，易元思这才敢睁开眼偷摸看一眼，原来是那扶住刘哥的人抓住了他的手臂。怎么，你是看上这小子了？顾行睿的沉默让黄毛刘哥更是确认了他不澄清的原因，就是他现在还不能带易元思走。那么如果是自己看上的人，恐怕其他人也会收敛点，可别在他走之前就被欺负死了。当初自己来这里遇到易元思的时候，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算你小子走运，别挡道。黄毛刘哥赶走易元思，继续带着几人往上走。齐乐倒是懂了顾行睿的做法，这个就是那位空间异能者吧？长得确实眉清目秀，不过没我好看。大反派真的喜欢他吗？齐乐低头看看自己细长的腿和粉色肉垫，我也能变成人，说不定等我用人形的时候，大反派能对我更好。齐乐不太确定他能勾引顾行睿喜欢自己吗？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跟在他身边活着走到大结局，那样自己是不是就有机会回到自己的世界？顾行睿走着走着，余光注意到白团子狐狸突然咧着嘴傻笑，与自己对上视线后，还用特别期望的眼神看着自己，随后又娇羞的低下头，安心趴在蓝月梦怀里。顾行睿一时间脑子都没转过来。到了，黄毛刘哥推开沉重的大门，中间的座椅上坐着一个人，在他们进来的一瞬间，抬手1根1米长的土刺飞向站在几人最中间的顾行睿，而他自己则是快速来到蓝月梦身边，准备搂她的腰，然而被另一只大手死死攥住。蓝月梦默默后退，拉开安全距离。至于那土刺在顾行睿抬手之间就被雷劈碎了。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顾行瑞手不断用力，但根本没用全力，他还要留下来带走伊原斯。现在他可以强，却不能强过这里的统治者，不然肯定会被当成眼中钉，以绝后患。雷系啊，岩游对于这属性的异能者比较满意。黄毛刘哥赶紧上前，老大，不只是雷系，他还是风系、双系异能者，很好，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岩游先泄力松开顾行瑞的手，欢迎你们留下来。反派大佬带着众人成功留在幸存者营地，将智商250的首领耍得团团转。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骗走空间异能者，以及寻找弟弟的踪迹。顾行瑞跟蓝月梦被安排在了4楼，其他3人都在3楼。齐乐也算是沾了蓝月梦的光，他抱着狐狸找到这层楼比较靠角落的地方。这地方以前似乎是个服装门店，顾行瑞就守在服装门店的门口。这时一个人抱着自己的铺盖缓缓走过来。您好，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睡吗？齐乐疑惑地看向门口被顾行瑞挡住的身影，只觉得声音有点耳熟。顾行瑞不说话，只是看着紧张到面红耳赤的伊原斯。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你们救了我。这里来新人头一天晚上会不太安全，跟我们这种老成员待在一起，他们就会稍微收敛一点。虽然他平时也没少被欺负，应该也是有用的吧，大不了一起挨揍就是了。齐乐不知何时跑出来，蹭着顾行瑞的腿，你怎么出来了？你别光盯着他看呀，大反派你不会真喜欢他吧？那自己将来想要出卖美色，勾引大反派的美男计怎么办？出师未捷身先死了。顾行瑞抱起齐乐，他睁大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楚楚动人的光芒，令人怦然心动。起码顾行瑞被看得心痒，伸手揉揉他的脑袋，遮住那双大眼睛，手拿开，我看不见了。齐乐挣扎着要从这只大手里出来，奈何顾行瑞的力道太大，他好不容易解救出来自己的脑袋时，整个头都炸毛了。齐乐冲他叫，表达自己的不满。在那边整理睡觉地方的蓝月梦听到齐乐惨叫，立马担心过来，看到他的模样扑哧一笑，瑞哥，你把小白都惹急眼了，快给他顺顺毛。就是，罚你给本大爷顺毛。齐乐傲娇地抬起头，等待顾行瑞的伺候。然而时间1分1秒过去，顾行瑞都没有动作。齐乐伤心了，他以为顾行瑞是不愿意做这件事呢，他失落地低下头。其实顾行瑞没动作是因为他从没做过这种事，他怕自己控制不好力道弄疼齐乐。站在门口还没进来的伊原斯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专门给宠物梳毛的梳子，我来吧，我有梳子是以前梳我家毛团的。见两人一壶都盯着自己看，伊原斯手足无措，这梳子是干净的，我家猫叫毛团，它死后我舍不得扔，但我时不时都会洗一下。如果我讲的话冒犯了，也可以当我刚才的话没说。伊原斯是个很缺安全感的人，他本就有几分内向，末世后还总被欺负，让他不敢表达自己。他能站出来说这些话，除去顾行瑞帮过自己以外，还有就是他很喜欢照顾小动物，他觉得那很治愈，动物们不会欺负他，还会陪伴他，安慰他。麻烦了，顾行瑞侧身让伊原斯进来，把炸毛的齐乐塞进伊原斯怀里。大反派，你就这么把我给人了？齐乐想反抗，只是伊原斯轻抚他的后背，手法与其他人不一样，还挺舒服的嘞。本着闲鱼懒惰的性子，齐乐立马躺平认撸，梳子顺着头梳到尾巴，他浑身麻酥酥的，伸出爪子撑个懒腰。顾行瑞看着上一秒还在戒备的狐狸，下一秒就那么舒服轻松的躺人怀里，莫名不爽。可狐狸也是他自己给出去的，只能皱着眉看伊原斯，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股强烈的视线，伊原斯想不注意到都难，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更加小心翼翼。那力道放在齐乐身上跟挠痒痒似的，完全没有方才的舒服。用点力啊，小易。他用力踩着伊原斯的腿，示意他像自己一样加力道。用点力是吗？好的好的，不愧是常年照顾小动物们，这种示意竟然都能明白。齐乐再次感受到那股酥麻感，这次他不仅瘫软，甚至还翻了个身，把肚皮也露出来。嘤嘤，肚肚也想按摩，也想被梳毛。然而他刚眯着眼嘤嘤完，整只狐猛然被人抱起，突然而来的失重感让他睁大双眼，看向罪魁祸首。顾行瑞终于看不下去了，狐狸在别人怀里撒娇的样子太碍眼了，他决定自己亲手来。梳子借我一会儿。好的。伊原斯小心将梳子放在顾行瑞手上，看对方不像是会抢他梳子的人。殊不知顾行瑞心里有了想法，下次去宠物店也拿2把宠物梳。然而哪怕顾行瑞再小心，没有经验，他的力道还是划痛齐乐了，只是惨叫没有挠他算是不错的了。看着齐乐跳出顾行瑞怀抱，在角落的衣服上缩成一团，用屁股对着他，狐狸尾巴都不甩了。伊原斯大胆上前教顾行瑞怎么伺候狐狸。齐乐闹完脾气就后悔了，他跟大反派还没有那么熟吧？我这一生气，他会不会嫌弃我呀？齐乐偷偷摸摸回头看顾行瑞，发现对方冷着脸皱眉，不知道在跟伊原斯说什么。旁边的蓝月梦也上前，似乎在争辩。完了，不会真的要抛弃我吧？齐乐委屈，连狐狸耳朵都垂了下去。这边的齐乐在胡思乱想，那边的3人在紧急开讨论会，关于怎么梳毛按摩可以让小白更满意这件事。顾行瑞自认为学到了精髓，来到齐乐身后，发现他萎靡不振，看来我的手法真的让他很难受。齐乐再次被抱起，这个高度不用说就知道是大反派了。他努力扭头，用楚楚可怜的眼神与顾行瑞对视，希望他不要把自己扔出去。然而在他眼里，那就是自己方才的动作太粗鲁。小狐狸在撒娇装可怜，希望自己下手轻点。我会的。他郑重的点头。会什么？不会把我扔出去吗？真的吗？那你不能抛弃我哦。齐乐被放在顾行瑞大腿上，发现他在学着伊原斯的手法按摩，不轻不重。很快他就有股昏昏欲睡的感觉，在意识朦胧之间，似乎听见蓝月梦的声音：瑞哥，让我也试试。不行，他睡着了你会吵醒他的，他今晚就跟着我睡了，你自己去休息吧。蓝月梦撅着嘴走开，他确实不忍心吵醒小白。夜晚齐乐被热醒，睁开眼是8块腹肌模糊的轮廓，往上瞅是顾行瑞的脸，自己身上还盖着属于他的夹克，不会是怕他冷吧？我这一身毛看不见呀，热死了。齐乐从夹克里钻出来，结果刚钻出来就被一只大手摁住塞回去。干嘛呀？我好热，让我出去。齐乐不满这人醒了怎么还装睡？嘘，乖一点。顾行瑞悄悄竖起食指，隔着夹克轻拍齐乐的后背。他在钓鱼，上辈子那人会来伤害蓝月梦，这辈子自然也会。狐狸太惹眼，如果被看见有可能也会起歹心，所以他才想藏起来。如果可以的话，他竟然想把狐狸藏一辈子，不让任何人窥探。见狐狸醒了挣扎着要出来，顾行瑞下意识安抚他
他让他不要出声，可刚出口就后悔了。他在干什么？这是一只狐狸，又听不懂他说的话。顾行睿做好准备，如果狐狸跑出去，或者是那人先对狐狸动手，那自己就先发制人不装了。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狐狸还真的安静下来，似乎听懂了他的话。顾行睿看夹克那鼓起的一团，眼神复杂。一般的狐狸真的会这么聪明吗？你小心一点，别把这人吵醒了。外面几人蹑手蹑脚从门口顾行睿身边路过，他们的目标不是这个男人，而是里面的女人。听说这次来的2个都很貌美，他们兵分2路，两边都要尝尝鲜。小狐狸和大反派一起装睡埋伏敌人，他们果然上当放下戒备。既然如此，大佬不装了，瞬间出手便制服几人。但没想到他们还把主意打到了小狐狸身上。大反派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原来在几人被制服后，他们就开启了甩锅模式。兄弟，是误会，我们进错地方了。被顾行睿盯上的几人感觉毛骨悚然。其中一人瞅见易元思，立马伸手指着他胡编乱造：“是他，我们是来找他的。”易元思被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看着顾行睿，想解释却不敢开口。他跟我们说这里有位大美女，我们才来想一睹芳容。几人找到替死鬼都指着易元思，他们来这只是为了一睹芳容，这话傻子才信。齐乐翻了个大大的白眼，那些人见一只狐狸都敢这么嚣张，看不起自己。此时狐狸又是被易元思抱着，以为是这家伙在哪里又圣母心泛滥，捡了只小动物呢。其中一人上前与易元思抢齐乐，不，这不是我的。易元思脚步快速后退，前段时间他发现一只将死的小奶猫，不忍心便把它带回来，就是被这些人骗走了的。再见小猫时，他被摔断了后腿，在地上惨叫着，他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看着他慢慢失去生命力。纯丁男恬不知耻的要去强制带走易元思，他知道顾行睿很喜欢这只狐狸，立马向他告状，他要伤害你的狐狸。齐乐因为被抱得太紧有些难受，应了一声为自己发声。纯丁男猛地与顾行睿对上视线，心虚解释：“我最喜欢小动物们了，我就是看它毛色不错想摸摸。”这么说着，他还真的伸手打算去摸齐乐。你敢动他？他的手被顾行睿死死攥住。强子，你跟他废什么话？双系异能者怎么了？干就完了。纯丁男的同伙看不下去了，脚一踩地，无数冰刺从几人脚下窜出。早在楼上发出声响的时候，陈卫就上来了，他第一时间拽着易元思冲到里面，保护住还在戴着耳机熟睡的蓝月梦。顾行睿形成风墙挡住冰刺，紧接借助风的速度来到冰系男人面前。既然要打，那我们就出去打。他一手一个拽着纯丁男的同伙从窗户跳出去，纯丁男也跟着跳了下去。齐乐有那个心跟他们一起出去看热闹，只是怕给人家添乱，还是乖乖留在这吧。齐乐窝在蓝月梦怀里，半梦半醒时，感觉有人在抱自己，试图把自己从他身边抱走。这下的他立马醒来，回头一看是顾行睿。蓝月梦睡得沉没有醒，齐乐被顾行睿成功偷走，带回他自己的地方。乖，继续睡吧。什么呀？大反派只是想抱着我睡觉。齐乐不可置信环顾一圈，没有纯丁男他们的身影，恐怕是已经解决完了。行吧，本狐妖就让你抱抱吧，算是半夜还加班的奖励。齐乐心里这么想，其实尾巴早就欢快地缠上顾行睿腰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蓝月梦看到齐乐在顾行睿怀里时，他嘴角抽搐，在思考究竟是齐乐自己过去的，还是顾行睿抱过去的。看着睡姿放肆，整只狐都趴在顾行睿上半身的齐乐，他觉得可能是前者。难不成小白现在更喜欢瑞哥不要我了，就连睡觉都不想跟我一起了？蓝月梦想通后，只剩下伤心。这时齐乐一睁眼，就注意到那边的蓝月梦闷闷不乐。他从顾行睿身上跳下，来到蓝月梦手边，主动躺下，小肚子朝上。这么萌的举动，谁能拒绝啊？蓝月梦还怎么生气？完全被哄好了，好吧。齐乐悄悄眨眼，心里骄傲地想着，果然这招百试百灵，没有人可以扛得住。醒了就赶紧洗漱吃饭。齐乐一起来，装睡的顾行睿也没理由再躺下去。几人吃完饭跟陈卫他们会合，不过仅看到了陈卫与马成，没有周晨涵的身影。周晨涵呢？蓝月梦疑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他先去找你们了呢，起床就没看见他。陈卫挠挠头。另一边的马成嗤笑嘲讽着，估计是对谁扭屁股去了吧？他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那我们走吧。顾行睿打算去找黄毛刘哥，看一下在这里需要做什么。至于周晨涵，倒是比上一世提前离开，最好也别再回来。几人找到黄毛刘哥时，他满脸揶揄地看着他们，你们行啊，昨天刚来，今天就勾搭上老大了。什么？蓝月梦刚开始还没懂，就你们不在这的那个女的，还以为又是什么贞洁烈女呢，结果才第二天，不，当晚就爬上了老大的床，只是他要惨了。黄毛刘哥摇摇头，提前为周晨涵默哀。老大的女人那都是正宫大姐亲自筛选后送上去的，对于这种来历不明、心怀叵测的人，大姐都会暗自处理掉。我听说呀，多半都会被毁容打残废了，扔出去喂丧尸，那也是他自己选的路，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黄毛刘哥拍拍陈卫的肩膀，那就行，免得大姐还会连累你们。咱们这商场啊，地下车库和货仓还有几只丧尸，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去下面清理丧尸。那货仓里可有不少储备货，可以够我们活半年的。不过有一点，你们要去的话不能带着他。黄毛刘哥指的是易元思，他的异能是空间，如果让他去，说不定会自己私吞。顾行睿几人了解任务，转身要走，却又被黄毛刘哥叫住。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里食物下发是按照丧尸人头来算的。马成直接脱口而出，丧尸按照人头计算，疯了吧？让我们把丧尸人头提回来传播病毒吗？黄毛刘哥不善地瞥了一眼，让他闭上嘴。那倒不用，你们只需要带着他就好。随着他的话，2楼的楼梯间门打开，走出来一位约8、9岁的女孩，她瘦骨嶙峋，小脸惨白。普通人，我们去清理丧尸，你让我们带普通人？蓝月梦皱眉，这就是他们的任务，如果他们死掉的话，你们就相当于今天没有食物。顾行睿明白，这相当于一个相互制约。当然，如果你们威胁他虚报数量，核实有误的话，会禁食1个礼拜。这次黄毛刘哥才算讲完，让女孩跟着他们走。女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表情可以说是麻木了，乖巧的跟在蓝月梦身后。几人走楼梯前往地下车库，他们本来带的食物倒是没有被收走，可能人家看不上这一点半点的吧。可再吃个2天也没了，赚点食
食物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陈卫想吃肉了。之前超市里的都被马成跟周晨涵扫荡走了，后面在别的地方搜刮那一点根本不够吃。路上蓝月梦跟小女孩聊天打探这里的消息，小妹妹你多大了呀？叫什么名字呀？蓝月梦声音放缓，让人感到安心。颜柔，11岁。小女孩不为所动。披着羊皮的狼这里也有不少。蓝月梦不敢置信，颜柔不论怎么看都不像是11岁的模样。陈卫掏出随手中的饼干给颜柔，小妹妹你这也太瘦了，你来这里多久了呀？来吃点饼干，谢谢。4个月了。颜柔没有拒绝的道理，对于他们的施舍，如果自己拒绝那才是傻子。只是不知道这饼干有没有问题。那也有挺久了呀。这里的老大你认识吗？陈卫问出这个问题。颜柔摇头，不认识。他沉默片刻，看他们人还不错的份上提醒，他们有白粉，那种东西会让人上瘾。老大叫你们去吃饭的话，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里面很容易掺杂这些。颜柔就这么一会儿说的话比他一天说的都多，他嘴唇干裂，稍微张大一点就会出血。蓝月梦见状拿出一瓶矿泉水给他，要喝点水吗？颜柔受宠若惊，真的是给我的吗？不需要什么东西换吗？蓝月梦塞进颜柔手里，他背包里的水还有很多，不缺这一瓶。颜柔拧开水瓶，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然而剩下的半瓶却再也没有动过。几人走到地下车库，这里连个灯光都没有。颜柔大方的拿出2个手电筒，自己一个给蓝月梦一个，他们是好人，给自己东西吃，自己也不能很吝啬。有很多新人第一次来地下车库，就吃亏在没有手电筒，被丧尸偷袭死了不少。谢谢小柔。蓝月梦接过手电筒想交给陈卫，毕竟他跟颜柔用一个就好，他们都属于后勤，杀丧尸他帮不上忙就不要浪费资源了。但在他开口的瞬间，手电筒先一步被马成抢走。给我吧，我打头阵需要。马成说着自己打头阵，却还是跟在顾行睿身后，为了防止后面被偷袭，陈卫负责殿后。看到这一幕撇嘴，你不是说打头阵吗？怎么还跟在顾哥后面跟个跟屁虫一样？你倒是去前面啊，这不是顾哥厉害吗？那你把手电筒给顾哥呀。这种情况下手里握着手电筒有安全感。马成并不想放开，但也不想去最前面。顾行睿冷声说道，我不用，他在黑暗里也可以夜视，有没有手电筒都一样，只希望马成拿了手电筒就不要再作妖。你看我就说顾哥厉害，什么都不需要。马成非但不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理所当然。顾行睿隐晦的看他一眼，没再说话。齐乐不乐意嘤嘤2声，这家伙怎么这么让人来气，心里瞬间起了捉弄马成的心思。他悄悄走到马成背后，狐狸尾巴悄无声息地勾住他脚腕往后一转，在这种黑暗中脚腕突然被触感异样的东西碰到，这让马成一个机灵，浑身僵硬，手里的手电筒没拿住掉到地上。他猛地回头发现没有任何人，刚刚有人抓我脚，你们没看到吗？蓝月梦与陈卫摇头，颜柔没有反应，他看出来了，这人在这里不受欢迎，自己还是不要多嘴了，真是奇了怪了。马成弯下腰去捡滚落的手电筒，后面的蓝月梦憋着笑，他们都看到齐乐的所作所为，只是干嘛要告诉马成呢？看他出糗还是蛮好玩的。马成的手快触碰到手电筒时，一股莫名的风吹来，将手电筒吹远。什么破风？马成骂骂咧咧往前走2步，再次弯腰。这次他捡到手电筒了，只是触感不对，黏黏的液体让他心生不妙。手电筒往前一照，是成堆的丧尸尸体，吓得马成一屁股坐地上。老马呀，安逸2天胆子变小了。陈卫上前把马成拉起来，滚开！马成挥开陈卫的手，不稀罕他的帮忙，这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丧尸堆，这商场的地下车库还有很多这样的丧尸堆。颜柔出声解释，这里的丧尸很多吗？蓝月梦走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丧尸，很多。这次说话的是顾行睿，现在他感觉到了很多丧尸的存在在慢慢靠近，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陈卫疑惑的四处张望，他都怕丧尸不够多，获得的食物都少。他们来了。顾行睿蓄势待发。当他说完这句话时，周围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生存小队在地下车库遇到危险，成群的丧尸包围而来，众人无奈只能退到车库外。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在等他们。此时陈卫跟马成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顾行睿还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寻找一个临时落脚点。陈卫虽累，但不忘关心最弱的颜柔。我看那些人来这里都害怕的要死，怎么会让你一个小女孩来呢？你不害怕吗？颜柔本来无光的眼神多了一丝清亮。这个任务给的食物多，你很缺食物吗？工作这么多应该够吃吧？我有一个弟弟，他也需要食物，那他也去做任务呗，不能只靠你吧？那不是啃姐狂魔吗？闻言，颜柔眼神透露一丝忧伤，死死攥紧水瓶不再说话。齐乐被蓝月梦放到地上，没一会儿就感觉到有股奇怪的东西在靠近，见他们没有反应，着急的叫起来，还跑到顾行睿身边，狐狸尾巴不停拍打他的小腿，提醒他。顾行睿疑惑狐狸突然做出这种举动，大反派，你快用精神力探索一下周围啊！他是知道大反派也有精神异能的。齐乐用头拱着他的裤腿，有问题。终于顾行睿似乎明白了齐乐的良苦用心，他的精神力扩散开来，他在地下车库里一直在用精神力探路，导致脑袋有些疲惫。出来后收起来，打算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又有危险靠近，果然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察觉到异常的存在。顾行睿眼神复杂的看着齐乐，小白一只狐狸怎么知道这里有脏东西的呢？打起精神来，有丧尸过来了。周围忽地安静下来，寂静的空气中只能听到微弱的风声，窸窸窣窣的声音从茂密矮小的灌木丛里传出来。哥，不是吧？陈威颤抖着双腿，已经体力不支了。我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叫哥哥呢？蓝月梦觉得自己幻听了。哥，再次传来的声音让大家都听清楚了。陈卫抖抖身子躲在顾行睿身后，好像是说的哥哥，不会是鬼吧？是谁在那里装神弄鬼？马成看不下去，直接变出石块向灌木丛扔去，那声音被石块打断后消失，紧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哭声。陈卫来到灌木丛边，哭得这么响亮，指定是人了，要赶紧让他住嘴。然而当他扒开灌木丛看到里面的东西时，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下一秒一道风墙竖在他面前，风墙上还镶着一只利爪。胖子，后退！顾行睿拽着陈卫把他拉回来。突然有东西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在场的人都呆住了，包括
顾行睿也没见过这种形态的丧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马成吓到后退，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变异版哪吒，人家3头6臂，他这盗版双头4臂。陈卫还有心思打去？总是做实验的蓝月梦第一反应就是太恐怖了吧，好像失败的实验体啊。顾行睿沉思，难不成这附近也有研究所？现在怎么办呀？当然是让顾哥赶紧杀了他呀！马成变出10倍大的石块扔出去，如果能直接砸死那更好了。顾行睿没有制止，他也想看看这变异丧尸的实力与能力如何。右边的丧尸没有行动，倒是左边才安静不久的头颅又开始哭起来。他哭的叫声竟然将那么大的石块震碎了。哭完后扭头对上马成的视线，对着他开始哭。马成只觉得瞬间5脏6腑都在移位，整个人的魂都要被吹飞了，痛苦的跪在地上。无形的压力让他起不来，其他人看不到，但在齐乐眼里他能看到一圈一圈的音波，让他闭嘴。齐乐心里所想被人说出来，吓了他一跳，原来是顾行睿说出了他的想法。陈卫听话，从地上抓起一块碎石去堵左边头的嘴，然而右边头颅猛地扭头咬向他的手，陈卫吓了一跳，立马换手，左手摁住左边头颅，强制性让他扭头。左边头颅成功被喂一嘴石块，傻呆呆的嚼起来，看起来左边的头只会哭，身体控制全是右边丧尸的。顾行睿简单说明现在情况，那砍掉右边的丧尸头是不是就好了？陈卫的右手裹满了火焰，他瞅准时机用火焰招呼丧尸头，右边丧尸头在熊熊烈焰里惨叫着，左边人头害怕的哭出声，利爪迅速抓向最近的陈卫，他躲闪不及，生生挨了一下，左臂瞬间鲜血淋漓，陈卫疼得龇牙咧嘴，血液顺着手臂流淌，还能看着肉末碎。蓝月梦赶紧扶住他退后的身子，手附在伤口上治疗，没有丧尸血液，放心吧。这什么鬼东西啊，头都烧了还不死。马成的骂声让陈卫再次神经紧张，那可是他亲手杀的，怎么会没死？凡是沾了他火的东西都会烧成灰烬的。然而扭头就看见那丧尸定定的站在那里，突然间顾行睿用雷切断左边还在哭的人头，然而右边丧尸头再生，左边的人头还没出来，不过隐约能听到哭声，四肢利爪也在再生，这怎么还能长出来呢？陈卫瞬间头皮发麻，现在的丧尸都这么变态了吗？顾行睿上辈子也没碰到过这种变异丧尸，一时之间还真拿不准对付他的办法。在一旁的齐乐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同时砍掉2颗头，或者是他们那共用的心脏。思来想去，齐乐打算完成前者，他从蓝月梦怀里冲出去，直奔变异丧尸。小白，蓝月梦大惊失色，想追上去，却被身后的颜柔拉住胳膊。这个时候冲出去会死的。顾行睿听到蓝月梦的声音，诧异回头，正好看到一条白线飞奔而来，在变异丧尸面前起跳，配合那边顾行睿的动作咬住人头撕扯。变异丧尸察觉到他要做什么，4只爪子都伸向齐乐，想把他扔出去，然而一切都晚了。兽形强大的咬合力让齐乐轻而易举就把人头扯掉了，同时那面地丧尸头也落地。呸呸，这什么味道啊，真难吃！齐乐吐掉人头，疯狂吐舌头。蓝月梦看出他的难受，拿出一瓶水给他漱口，来小白，我这里给你喝水。齐乐撒开腿就要往人美心善，能懂他小心思的蓝月梦身边跑，结果自己刚要迈开腿，一只大手更快搂住他柔软的肚子抱起来。我来吧。蓝月梦看着顾行睿，敢怒不敢言，现在看来应该是要同时砍掉2个头，还是小白聪明先看出来了。顾行睿来到变异丧尸尸体旁边，撕开他的衣服，在胸口的位置有个2的标志印记，这个字母标志印记他见过，在上一世父亲的研究所里，这么说这附近肯定有研究所，要找机会去看看。顾行睿用雷切开变异丧尸的身体，在里面乱翻一遍，没有看到东西，不管是芯片还是晶核，果然研究所出来的变异丧尸连晶核都没有。顾行睿环视一圈，周围的丧尸跃跃欲试，却不敢上前，不知道是忌惮死去的变异丧尸，还是忌惮杀了变异丧尸的他们。你们好厉害呀！颜柔充满崇拜，他也想变得这么厉害，那是也不看看我们是谁。陈卫骄傲地摆起姿势，却不小心牵扯到伤口，陈卫面容扭曲不敢动，他还不忘提醒颜柔，小妹妹，你技术可别记错了，我这胳膊未来有一段时间不能出来打丧尸了。不会，我会如实上报，这么厉害的人，老大怕是肯定会重用他们吧？这个特别的丧尸不用上报。顾行睿现在不想让别人知道研究所这件事，为什么？颜柔不明白，这不是一件大功吗？还能体现他们的实力。先不说，我有我的打算，其他的你正常说吧。顾行睿也没有要给队友解释的意思，他们要求减少数量，对颜柔来说没有损失，他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只是心里感到好奇。陈卫对蓝月梦，你有没有觉得顾哥自从看到变异丧尸后怪怪的？可能是被丧尸进阶的速度吓到了吧？那可不是普通的丧尸，那是实验体。齐乐焦急地叫着，却没人懂他的意思。小说里有说某些变异丧尸是研究所用人体与丧尸做的实验体，再多的他还没看到也不知道了，只是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时机出现的，那都是主角攻受出现后才发生的事情才对。蓝月梦给齐乐检查完全身，小白没什么事，下次可不能随便乱咬东西了，听见没？嘤嘤。齐乐瞪着大蓝眼睛，水汪汪的。蓝月梦看得心软，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能哦，真得很危险的。正准备再给他喂点水，齐乐已经被顾行睿抱起来，马成拖着那变异丧尸的尸体一起回去。他本想反驳，奈何看到陈卫胳膊受伤，另外2人又是女的，只能不情不愿地拽着变异丧尸的一条腿往回走。地下车库里的丧尸还有很多，几人不懂为什么非要拖着变异丧尸尸体这么大的累赘。后来他们不论走哪，丧尸都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四处流窜，他们才反应过来，这变异丧尸原来还有这用处啊！几人来到货仓里检查这里有没有丧尸，稍微拿一点物资也不会有人发现，毕竟他们没有空间异能，不能装走太多。就连齐乐都跳出顾行睿的怀抱，直奔有肌肉的货架，趁没人注意，全部装进他的空间戒指里。他变成狐狸后，戒指就变成项链挂在脖间，只是毛太多不扒开看不到。齐乐聪明的拿别的小吃过来填补空缺，起码看得过去，倒是苦了想给他找鸡肉零食的几人。不是，这么大一片货仓，一块鸡肉的零食都没有。陈卫不死心要再转一圈。就是啊，没有的话我们拿什么喂小白呀？上次拿的快没有了。蓝月梦也吐槽，顾行睿没有说话，只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到处都仔细看各种肉的配料表。心虚的齐乐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些鸡肉零食摆回货架，然后就是开始
是演戏。嘤嘤，这里有肌肉，你们快来啊！听到齐乐的叫声，三人立马奔来。不愧是小白，狐狸鼻子就是灵。陈卫竖起大拇指，三人很快就将那小堆零食都装好了。要不是你们找不到不罢休，我才不想拿出这些呢。齐乐哼哼唧唧，顾行睿以为他是不开心他们没给他吃一袋，于是撕开一袋鸡肉，抱起齐乐亲手喂他。哎呀，这样不太好吧？好好吃呀！齐乐吃得不亦乐乎，几人把背包填满的差不多才离开货仓，就连颜柔都拿了2个面包和一袋方便面，因为弟弟喜欢吃。顾行睿一手抱着齐乐，另一只手也不停，到处收割着死掉红眼丧尸的金核，给他们一人几颗，剩余的自己保管。这玩意一次性吸收多了也不好。齐乐对金核感兴趣，在顾行睿又收集一把药装起来时，伸出爪子勾住他的衣领，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呀？你也想要？顾行睿不太放心，怕齐乐给吃了。虽然他感觉到齐乐不同寻常，但不确保吃了这个会不会有事。齐乐整只狐都趴在顾行睿胸口，大尾巴缠住他的胳膊，蓝眼睛不灵不灵闪烁着泪花，似乎他不同意就能哭出来一样。你一只狐狸还能哭出来不成？齐乐点点头，头上的狐耳跟着抖动，蹭到顾行睿下巴上。真是听懂人话是装都不装了。其实他不知道是齐乐好奇心占上风，让他此时忘了自己是只狐狸。顾行睿无奈拿出一块小的金核塞给齐乐，你只许看看，不能吃掉。他话音刚落，齐乐已经把金核吞掉了。顾行睿心里咯噔一声，漆黑的瞳孔里冒着火星，更多是担忧，伸手就去掰他的嘴。齐乐乖乖配合，张开嘴，让他接受自己把金核完全吞掉的事实。顾行睿看齐乐还是那么生龙活虎，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的模样，他有些不放心，将齐乐交给蓝月梦再次检查一下。蓝月梦不知原因，不过听话照做，没事啊，小白身体棒着呢。齐乐惦记着金核的味道，他感觉自己吃了金核之后腰单发热，应该是有助于他修炼的，于是跳出蓝月梦的怀抱，抱顾行睿的大腿撒娇。顾行睿无奈，见齐乐吃掉确实没什么事，后面金核基本都入了他的肚子。齐乐吃到打嗝，迟来觉得自己好困，吃饱喝足才是狐生大事。他昏昏欲睡，最后在顾行睿怀里寻个舒服的姿势睡去。从地下车库回到商场，换取到应得的食物。黄毛刘哥对他们杀死丧尸的数量表示震惊，这可快破他们这里的最高纪录了。殊不知这还是没算变异丧尸呢，要是算上破纪录那是妥妥的了。几人从仓库出来，路过盐油的地盘，看到平常围绕在他身边的美女都不见踪影，只留下周晨涵，他整个人挂在盐油身上，不知何时涂着玫粉色指甲油的手伸进盐油的衣服里向下走去。辣眼睛，蓝月梦扭头走掉，马成倒是一眨不眨，阴沉的盯着周晨涵。骚货！那边的周晨涵听到这边动静，扭头抛给顾行睿一个媚眼，眼含秋波。陈卫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他还想两边都勾搭，对顾哥抛媚眼，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走了。顾行睿没什么感情，只是奇怪怀里小狐狸睡的是不是太沉了，平时走路颠一点他都不乐意，嘤嘤叫着，怎么现在不论自己怎么逗他都没反应呢？不会是那金核吃多了真的有问题吧？顾行睿火急火燎回到4楼，将齐乐放在自己休息的位置上。怎么了瑞哥？看你一路上心不在焉的，月梦你再给他看看，我都给他检查好几遍了。蓝月梦不明白顾行睿为何这么执着，他吃了金核，我看他没事，就由着他多吃了点，想着他能听懂人话，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没想到吃了就一直沉睡。什么金核？那东西不是只有异能者才能吸收吗？而且还是吸收，也不是吃啊。蓝月梦这么一听，干脆用异能检查齐乐，可不管几次都没有结果，还是没问题。小白是不是单纯太困了？你让他睡一晚上呢，明天我们再看看吧。行，那就这样吧。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蓝月梦从兜里掏出手机，充满期待的大眼睛看着顾行睿，又没电了。他把指尖放在手机充电口处，释放一丝丝符合充电的电流，只需几秒，蓝月梦的手机就提示已满电。要我说，瑞哥才是超级快充。蓝月梦心满意足的走掉，这就是他那特殊独一无二的充电方式。敢让顾行睿这么充电的，他是头一个，却不会是最后一个。半夜齐乐只觉得自己体内火热，浑身的妖力无处释放，好难受。翻来覆去后，他终于忍不住睁开双眼，好难受。齐乐小声嘀咕，然而刚说出口他就惊呆了，自己怎么变成人形了？